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在全年30多度、湿度常年70%以上的热带岛国，要建造一个巨大的室内生态世界，里面有热带雨林、温泉浴池、瀑布景观、恒温泳池、四季舒适的空气，甚至让人在里面待上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闷热，你可能会觉得这像科幻电影。但新加坡正在把它变成现实。6月19日，全球知名康养建筑运营商 Thermi Group 在滨海南正式举行动土仪式。这个名为特尔美新加坡的项目，总投资10亿新元，总建筑面积超过72万平方英尺，相当于9个足球场大小，共7层，预计2030年投入运营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是温泉、水疗、水上乐园、20多个室内外泳池与水景设施，总长1.8公里的18条水滑梯，70多间护理室和桑拿房。但工程师看到的却是另一件事。对于一个常年高温高湿的热带国家来说，最难的从来不是盖建筑，而是创造气候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，新加坡为什么要花10亿新元，在热带地区打造一座看似不可思议的北欧巨蛋，而它背后隐藏的，或许是未来人类城市最重要的一项环境——黑科技。看到这个项目，很多人会联想到日本温泉、韩国汗蒸房、泰国 SPA， 但如果只是做一个大型温泉馆，根本不需要投入10亿新元。真正昂贵的部分其实是环境系统。Thermi 最擅长的从来不是造泳池，而是创造生态。简单来说，普通建筑解决的是人在哪里工作，人在哪里居住，而 Thermi 要解决的是如何创造一个让人体最舒适的环境。这意味着建筑不仅仅是建筑，它必须同时具备公园、温室、水疗馆、植物园、能源中心、空气调节系统等多种功能。本质上，这更像是一座人工生态系统，而不只是一栋楼。很多观众可能觉得，新加坡这么热，搞温泉不是更简单吗？实际上恰恰相反，热带地区建生态温室比寒冷国家更困难。原因很简单，德国冬天可能只有几度，需要解决的是加热问题，而新加坡全年28至34度，湿度常年70%以上，需要解决的是降温和除湿。如果处理不好，进入室内几分钟就会满身大汗，植物容易滋生病虫害，设备寿命也会缩短。更关键的是，能源消耗会急剧上升。举个例子，大型商场最耗电的系统不是灯光，而是空调。而 Thermi 项目面积巨大，如果完全依赖传统空调，运营成本会非常惊人。所以工程师面临的核心问题是，如何创造舒适环境，同时又不成为能源黑洞。这也是整个项目最核心的技术挑战。那么 Thermi 到底用了哪些黑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？第一项黑科技，让建筑拥有自己的大脑。未来建筑正在发生变化，过去建筑是死的，盖好之后几十年基本不变，未来建筑则越来越像生命体。Thermi 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就是智能环境管理系统。简单理解，整座建筑布满传感器，实时监测温度、湿度、空气质量、二氧化碳浓度、人流密度，甚至不同区域的使用情况，然后通过 AI 系统自动调节通风、照明、除湿、冷却、空气循环。例如，某个区域游客增多，系统自动增加新风量；某个区域阳光增强，系统自动调整遮阳设备。Thermi 集团创办人兼 CEO 哈尼亚透露，甚至连线路和管道都已预先铺设好，以便快速部署新技术。换句话说，未来建筑不再是一堆钢筋水泥，而是一台会思考的机器。第二项黑科技，创造多个微气候世界。更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在这栋巨大的单一建筑内部，可能同时存在着好几个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。比如植物区保持温暖湿润，休闲区维持舒适体感，儿童戏水区保持适宜水温，桑拿区高温运行，这些区域距离可能只有几十米，但环境却完全不同。这种技术被称为微气候控制系统，本质上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创造多个独立生态环境。项目还规划了超过20万株植物，涵盖200多个物种，包括兰花和东南亚本土品种。未来人们进入建筑，不再只是进入一栋楼，而是进入不同的气候世界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 Thermi 称为未来生态建筑。第三项黑科技，把能源循环利用到极致。传统建筑有一个问题，能源不断消耗，热量不断浪费。但未来绿色建筑追求的是闭环。
例如，温泉产生的热能可以回收利用，空调排出的热量可以输送到其他区域，雨水可以回收，植物可以帮助调节环境，自然光可以减少照明需求。项目还将采用太阳能发电、智能灌溉技术、气候适应性景观设计以及臭氧 BASE 的水过滤系统。整个项目瞄准的是新加坡建设局的白金超低能耗认证。简单说，建筑不只是耗能，而是在管理能源。这也是全球绿色建筑最重要的发展方向。那为什么新加坡特别热衷这种项目？如果把时间线拉长，你会发现新加坡这些年的发展逻辑非常一致，缺土地就发展垂直城市，缺淡水就发展 New Water， 缺资源就发展循环经济，缺能源就发展智慧电网。如今面对气候变化，新加坡又开始探索绿色建筑，因为它非常清楚，未来城市竞争已经不只是 GDP 竞争，而是资源利用效率竞争。谁能用更少资源创造更高生活品质，谁就拥有优势。而 Thermi 项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。回看历史，上世纪60年代，新加坡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愿景，当时的目标非常纯粹，就是通过大量的植树造林让城市更绿，改善基本的居住环境。到了2000年代，这个理念升级成了花园中的城市，于是我们看到了令人惊叹的滨海湾花园，贯穿全岛的公园连道 PCN 以及无处不在的建筑物垂直绿化。如今，新加坡似乎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Healing City 疗愈之城。过去城市关注的是交通、住房、就业，未来城市则开始关注健康、心理状态、生活质量。根据全球健康研究所的最新数据，新加坡康养经济规模已从2021年的150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232亿美元。在全球218个国家地区的养生经济排行榜上，新加坡从第42位跃升至第37位。入境康养旅游成为主要增长动力。2024年康养旅客突破100万人次，人均消费约1647美元。Thermi 集团也将其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，以 oversee 整个亚洲的项目 pipeline。 换句话说，城市本身正在成为健康基础设施，而 Thermi 项目很可能就是这种转型的重要标志。很多人以为未来城市应该充满机器人、无人驾驶汽车、飞行汽车，但越来越多工程师开始意识到，未来最稀缺的资源可能不是技术，而是健康；不是数据，而是舒适；不是钢筋水泥，而是人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能力。因此，新加坡打造的这座10亿新元超级巨蛋，表面看是一座康养中心，实际上更像一座实验室，实验的是未来建筑如何创造气候，未来城市如何节约能源，未来人类如何与自然共存。从花园城市到疗愈之城，这座热带国家里的北欧巨蛋，或许正在提前向世界展示2030年的城市模样。最后，想问问大家，如果这个单体耗资10亿新元的康养巨蛋在2030年正式开业，你最希望在里面体验到什么样的黑科技？你认为它能成功让快节奏的新加坡人真正慢下来，得到疗愈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